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9月14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9月13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270.07，收盘价是271.30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74.98，最低价是在268.10。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6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在各条均线值的上方。量，当日的成交量是1.115亿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0.82倍量缩。KD 值，快线的方向又转折向上，开口变大。双线是继续上行，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上行走势中。MACD 双线继续上行，开口不变，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略长的绿柱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目前股价在继续多头趋势中，并且这个多头趋势在逐渐增强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9月13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小绿 K 线，上影线略长。那这样的线型通常我们把它称作叫天剑线。那它所处的位置呢，是在股价出现止涨信号 K 线之后的横盘中。我们也会看到这根天剑线当日的成交量是量缩。那从 K 线信息上解读日后如果没有一个补量的上涨，那么很有可能会出现回档。那因此呢，我们要继续关注再前一个交易日，也就是9月12日这根止涨信号 K 线的最高是278，最低266。对，我们要继续关注这两个位置。因为站上这个高点，股价就会瓦解这个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，会继续上行。但如果跌破了这个倒垂线的低点呢，我们说那股价有可能会出现回档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，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9月13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回档或下行，我们给了2个点位，一个是收盘价在262，另外一个是收盘价会在258.5。它们都是带有条件的。那另外一个可能呢，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上涨，收盘价会在274附近。实际在9月13日收盘价是在271.30。那我们预测的上涨和实际发生的上涨，在收盘价的点位上虽然相差较大，但是它们的本质是相同的。也就是说，在收盘价是在前一个交易日 K 线实体的上方，在它的最高的下方。那同时我们也会看到走势也基本相同，就是在当日并没有出现新低。这个新低我们是说的较前一个交易日这根倒垂线的最低，也就是没有出现比前低更低的低点。对，好。那么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说出现这样一个横盘的 K 线，并且是量缩，那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补量的上涨。那我们先来看后续股价的上行。对于目前股价所处的位置，上行的第一个目标就是299.29，站上它将会恢复自2023年1月6日以来的多头趋势。然后上方我们会看到目前的压力位就是这条趋势线和当日 K 线焦点，还有这个缺口。
对，这是第一个目标。第二个目标是314，它只是一个强压力，是我们称作叫前高。对，好，那么我们先给出这2个目标位，我们再来看下行。如果股价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没有一个补量的上涨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呢很有可能会出现回档，所以我们来看下行。下行的第一个目标依然是242，对。那跌破242的目的就是要瓦解目前的这个短期多头趋势，是自2023年8月18日以来的短期多头趋势。然后第二个目标就是跌破228，这是一个强支撑。那股价真正下行的目标应该是第3个212，跌破212将会出现底底低。上方已经有了一个头低，也就是恢复自2023年7月19日以来的下跌，对，也就是恢复这个空头趋势。好，那么对于9月14日，我们给出盘中的观察位依然是这根倒垂线的最低是266.6，那我们为什么要关注它呢？也就是只要股价的收盘价不跌破这个位置，那么股价依然会在这个地方横盘，然后会向上突破。但一旦股价跌破的这个位置呢，很有可能会出现回档。所以在盘中，在9月14日的盘中，如果股价能够在266.6上方运行呢，是容易收高的，在它的下方运行会出现回档。这是我们观察这个位置的理由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那目前我们有一个15%的多头仓位，我们分别是在8月29日的收盘价257附近和9月11日的收盘价273附近，我们给出的2个进场的做多的建议。那么这15%的仓位目前的成本应该是在267附近，对。好，那么到了9月13日收盘价这个位置呢，出现的是横盘，在技术上，在这个位置，是没有进场的条件的，因为虽然是价涨，但是出现的是量缩。我们在分析 K 线信息的时候说日后很有可能会出现补量的上涨。我们指的是，在出现止涨信号 K 线之后，然后又出现一个横盘的 K 线。那么这样一个小的 K 线呢，它通常是一个休息的 K 线，同时伴有量缩。那么日后的 K 线一定会选择方向，或者是在这个位置继续横盘。所以说，虽然我们判断从 K 线上说，很有可能会出现补量上涨，但同时它也有可能会出现回档。所以在9月13日这根 K 线的收盘是不可以就是进场做多或者是加仓的。我们说的是在 K 线技术方面，对。好，那么到了这个仓位，到了9月14日，我们给的止损位仍然是守这个缺口的下沿，在256附近，对，也就是日后股价收盘价如果跌破了这个位置，应该是止损出场。好，那我们再说一下这个仓位的目标，目前这个做多的仓位的目标呢，我们说应该是到300关口附近，对。还有一个就是在缺口的中线，285附近，这是这个多头仓位的获利目标。获利目标不是到了这个点，去出场。我们给出获利目标，指的是股价在这样的获利目标到达这个位置的时候，很有可能会出现回档。
所以要根据自己对风险的承受能力去选择何时获利出场。那么我们在视讯中对于多头仓位，我们只给出止损的纪律，也就是目前我们给的是256，跌破它要即刻出场。好，这是多头。我们再来看空头，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，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。对于空头，在9月14日开盘之后，无论股价是上行还是下行，都会有空头的介入。如果股价上行，我们认为一直到300关口附近，会一直有空头的加仓或建仓。那他们的目标就是242，还有就是20均线值。对于9月14日20日均线值是在248附近，也就是空头的目标一定是要跌破5均、10均，最终的目标是要跌破20均。然后呢，还要瓦解目前的这个多头趋势，所以在242应该是空头的目标。那么空头的回补位呢，应该在285附近，还有就是说在300关口附近会有空头的回补，或者说是空头会守这个位置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先给出压力位和支撑位。对，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，请能否在屏幕的下方按下点赞按钮，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，谢谢大家。首先，对于9月14日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前一日 K 线最高和这根倒垂线的最高是在275到278之间，同时278也是当日这根 K 线和上方趋势线的交点。我们认为这个位置应该是一个强压力。对，强压力不代表是不能突破，而是重要的标志。然后第二个压力位就是上方的缺口是281到289，第三个压力位是299。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，首先到来的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是在265到268之间。然后第二个支撑就是下方的缺口，是256.5到260.5。那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在它的范围内，是在259到260附近。第三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，是在247到248之间，在这个区域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9月14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要给出2个方向，一个方向是股价会出现补量上涨，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70，最高上方会到达281，在这个位置，然后呢，收盘会收在280附近，出现这样补量上涨的条件，它必须是高开盘，并且在盘中是不可以低于270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补量上涨。另外一个方向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回档，如果出现回档，它将是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270。然后下方最低会回踩到262.5，在这个位置。然后收盘会收在264附近。那它的条件呢，当日必须是低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71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回档。如果说股价既不出现补量上涨，也不出现回档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在这个地方继续横盘。那如果是继续横盘，它将是一个小幅的低开盘，是低开盘或者是小幅的高开盘，
然后股价最低会到达264，最高上方会到达273，收盘会收在270附近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9月14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